节目开始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定投应该在币价上涨时做，还是币价下跌时做定投？在这1个多月的时间里，比特币其实一直都在6万到7万美元来回震荡，中间最低点跌到过5万7，但很快又被买了回去，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瀑布式下跌。关于这轮比特币熊市的底部，目前市场上的分歧还是挺大的。最主流的看法是，严格按照4年周期理论去推算，最低点可能会出现在今年10月份左右。不过，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观点认为，这轮周期的最低点其实已经在我们身后了。就是7月1号那一次的抛售。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强调一遍，即便最后一跌大概率会来，我也不建议大家为这个所谓的最佳买点而暂停正在进行的被动 DCA。那什么是 DCA？ 怎么挑选对应的 DCA 资产呢？ DCA 也叫定投，它就是每天、每周或每月固定时间买入同样金额的一个特定资产，可能是比特币，也可能是其他币种，也可能是其他股票。分析一个资产是不是适合，就定期定额，首先要确认它的门槛达标。先说结论，比特币很有可能是 99.9% 平时有在做定期定额投资的朋友，甚至是本来没有在做投资的人都适合做的资产之一。首先，定投的门槛是可长期配置，因为它不是一个期待短期见效的策略，那我们就不能用近期有什么利好的眼光来看它。我们必须要讨论的是，无论短期或中期发生什么，长期的这个资产它都有一个投资价值。大多数加密货币市值小，存在时间短，虽然短期可能会暴涨，但长期币圈人最大的共识还是那个唯一总市值来到全球资产前10，全球政府、金融机构与科技巨头，甚至是全球最大的央行也已经认可的比特币。第二，极高的成长性。比特币过去10年平均每年报酬率高达 80% 以上，但很少人意识到那些是全球政府机构对比特币嗤之以鼻的时代达成的。当美国从24年第一张比特币现货 ETF 和25年第一届友善加密货币的川普总统，26年美联储主席将会换上历史第一位友善加密货币的新任主席，全球机构开始积极的参与区块链的时代才正式开始。第三，极高的资产适配度。分散投资是高中生都有的常识，但如何分散呢？买美股的 S&P 500实际上在买美股七雄。当我们已经是一个指数投资为主的投资人，乍看一下有很多元分散，但实际上还是在押中几家公司的兴衰。而这就是作为比特币资产配置一环的好处，它并不存在于主流的一整包 ETF 当中，它的属性呢也并非一家科技公司。虽然我们常看到市场恐慌的时候呢，比特币跟美股一起跳水的新闻，但如果你把这个时间线拉长，美股跟比特币相关性其实是中低相关。那为什么选择定投原因主要有2个。第一，不要去尝试精准预判市场的走势，这个是能不能长期在市场存活下来的关键之一，因为谁也没有办法保证自己判断的9月10月是历史大底，或者本轮熊市最低点5万到5万5这一个区间数字就一定会应验。这个道理我们之前也反复提到过，人性最大的投资敌人是自己啊。那行情越是纠结，越是上蹿下跳，越容易让你的心态直接崩掉。定投的意义恰恰是让你投资的时候避免这种心态层面的干扰，让你赚到认知范围以内的钱。第二个原因就是这轮比特币的熊市呢已经进入到后半场，就算我们严格按照周期理论去推算，距离熊市结束呢也可能就剩下3个月左右的时间，3/4的路程我们就已经走完了。与其纠结要不要等一个更低的价格，不如在剩下的几个月时间里尽可能囤一些多的筹码。无论你是在6万买入还是在5万买入，等牛市真正到来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差别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我们打个比方，下一轮牛市最高点落在18万美元附近，那只要你的平均成本价控制在6万到7万，你的收益率就能达到150%，平均到每一年年化收益率也能有 40%， 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数字了，所以没必要在一个绝对精准的低点死磕。当然，定投也会存在风险啊。那定投的话有2类风险，第一，保管风险，你的比特币直接被黑客偷走，或者直接被存放的交易所平台端走，这是我们最害怕的东西。因为比特币的交易所呢没有中央存保，你的比特币放在平台，如果平台破产，你的比特币自然也就没了。而比特币的冷钱包和热钱包没有找回密码的选项，如果你没有保管好，或者遗失了你的私钥，丢失了你的助记词，或者下载了有毒的软体被黑客攻击你的电脑，那你的比特币也会就是被偷走。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风险呢，选择安全的平台，正确自托管的知识是新手的第一任务。这也是全球有几百家加密货币交易平台，我用来用去都是币安、OKX、Bybit 这几家。稍后我将演示如何在 Bybit 进行定投。第二，币价风险。比特币在最熊市的时候呢，从22年大概6万跌到1万5美元，大概是70到80%的最大跌幅。但那是你一次梭哈在最高点所产生的最大跌幅。那我们来看一下定投的话会亏多少。假设你从21年牛市顶点开始，每个礼拜加码 BTC 就做定投，那么你在22年熊市最低点大概会承受负38%的投资亏损。现在再放近一点，
假设你在川普高调选位，就支持加密货币总统进场时，一样每周加码，那么你会在它就是几百%关税吓坏市场，最低点承受12%左右的投资亏损。你说这个数字是大是小呢？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所承受的风险能力不同，跟他们配置的资产比例也不同。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策略啊，因为如果有的话，市场自然会淘汰其他策略。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定投的话跟常见币圈的策略个别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回到最开始的课题啊，定投的核心在于不看涨跌，按时机机械性的买入，但其最大的价值在于下跌时利用你对资产长期上涨的信念，不断低价积累便宜的筹码。那怎么在我们的 Bybit 交易所完成定投呢？首先，我们打开 APP， 选择下方的交易板块，在这里左上角点击设置，选择交易机器人。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定投了。定投的话，支持的币种是 USDT 和 USDC， 是当今最主流的两个币种。然后选择币种的话，是我们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为什么要选 BTC 作为你那个定投的标的了。那这里的话是定投的金额，比如说我一周、一天或者是多久，这里有定格的时间啊。你想要一天或者是一周或者一个月，那都可以进行选择。然后这里呢是金额，我们单次买入的金额应该放多少比较合适？不过呢，这个金额没有就是说具体的要求，看个人资产的配置情况。那再是最大投资额，这个可选啊，这个就是可以不用设置。活期理财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你做定投的 USDC 或者是 USDT 的话，可以享受到年化就是理财的收益啊。只不过呢，这个年化收益不会很高，大家也不用就是过于期待。那这是定投机器人的玩法。那最近的话，它有一个活动啊，就是说玩转定投的话，可以瓜分55000奖池。那这个定投的话，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从来没有创建过定投机器人的用户。如果你今天刚看这个视频，想要去做这样一个定投的话，可以尝试一下。那这里呢，只需要满足最低投资金额100 USDT， 你可以瓜分大概是20刀。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返现的面板，只要你做了100的 BTC 的定投，那你预估的奖励就有20刀。如果你每周都做的话，那你的奖励应该会进行叠加。只不过呢，这个活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啊。活动倒计时结束的话还有10天啊，也就是说你可以连续做2周。这是你做周定投的时候，那你如果做每天定投的话，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尚未注册 Bybit 的用户可以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注册的时候呢，务必填写邀请码，可以享受手续费30%的返还，还有专属的信任福利通道。一定不要忘记填写，否则在后续交易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享受到手续费折扣。另外，我们发现新加坡地区的话是受限制的，实测的话是日本、台湾或者是韩国地区，它的网络是不受限制的。所以呢，你在注册的时候呢，将你的 VPN 节点切换到以上地区。注册可以使用邮箱或者是手机号码，我们一般推荐邮箱，然后点击获取银心理，完成相对应的人机识别。这里它就会有一个6位验证码发送到你的邮箱，请记得在5分钟之内输入一下自己的验证码。输入完成，接下来要设置一个登录的密码。登录的密码的话，要完成接下来4个条件啊，它是在80到3个字，然后包含大写、小写字母以及1个数字。那这里我们就先输入一下，然后点击，这样我们的账户就已经注册完成了。你刚刚的是你的登录的密码，不要忘记。接下来想要使用 Bybit 或者是参与接下来的活动，需要完成身份认证。只有完成身份认证之后呢，你的账户才可以进行使用。这里我们点击一下认证，也就是对应的 KYC。你在进行注册任何交易所的时候呢，都需要完成这一步啊。接下来是选择自己的国家和地区啊，在这里呢是可以选择中国或者是中国台湾，以及是中国香港和澳门。那中国的国字的话，它是繁体字啊，所以呢，你如果打就简体字的中国的话，你是搜索不到的。这里呢，我们将地区选择在中国。如果你要一个个翻找的话，它在智利的下方，然后圣丹岛的上方。接着我们来选择身份证、护照或者驾照都可以进行识别。那有身份证的话，就直接推荐大家使用身份证。这边点击到立即认证，它会提示你让你准备好对应的身份证件，也就是身份证的正面和身份证的反面。逐一上传身份证明文件，接下来完成人脸识别，因为它会对你的脸部做一次扫描。完成接下来的所有操作之后呢，大概1到10分钟左右，你就可以收到你身份 KYC 的认证信息。
同样，我们也可以移步到手机端来进行认证。不过，下载 Bybit APP 的话，需要有一个注意事项。由于中国大陆不支持 Bybit，所以你需要有个海外的 ID。你就直接在 Google 里搜索台区 ID，下面呢能够在 Google 里面看到有直接卖 ID 的商家，这些商家基本上都会预留一个邮箱，你可以选择微信或者支付宝来进行支付，点提交订单，它就自动唤醒一个订单，用你的支付宝扫码去购买这个台区的 ID 就可以。买完之后，它会把 ID 发到你这邮箱，邮箱里面呢也会有换登的步骤。现在自己的手机端找到 App Store，点击右上角的小人头，把它滑到最下面。最下面的话有个登出按钮，然后再滑到最上面，选择登录，选择不沿用老账号登录，输入一下他刚刚发给你的 Apple ID 的账号和密码。如果你的苹果手机让你去更新这个 Apple ID 的设置，直接选择不更新不设置。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